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仔，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。在台湾取得工作居留证之后呢，大家最关心也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缴税的问题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，就是外籍劳工在台湾是否可以申报抚养亲属来减税呢？之前也有听一些学长姐分享到，如果你的父母超过了60岁以上，而且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依靠儿女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在报税的时候呢，以抚养父母为理由来申请这个减免。今天呢，就要用3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哪些亲属可以申报抚养？第二，需要检收哪些文件？第三，要如何申请减免？到底有哪些亲属可以申报抚养呢？第一，配偶；第二，直系的尊亲属。直系尊亲属表示的就是父母，或者是你的祖父祖母，或者是呢直系的婚姻尊亲属，像是岳父岳母等。只要他们满60岁以上，或者是未满60岁，但是他没有谋生能力，这些都能够符合条件。第三，子女或者是同胞的兄弟姐妹，必须未满20岁，或者是20岁以上，他因为还在读书，或者是身心残障，或者是没有主要的谋生能力的话，只要满足这些条件，你都能够申请抚养。第四，其他亲属，根据这个国税局的网站上面说明啊，其他亲属的部分，除了他必须要未满20岁，或者是20岁以上，但是他还在求学、身心残障，或者是没有谋生能力，这些条件要满足之外呢，他必须要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境内，并且跟这个缴税的义务人，也就是跟你呢是共同居住，而且是接受你的抚养，必须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。好的，那你需要准备哪些文件呢？我们来举个例子，也就是大家最常遇到的，就是父母亲的抚养。如果你需要申报父母亲的抚养的话，你需要准备以下4种文件。第一，亲属基本资料，这里你需要准备的文件像是父母的护照影本或者是出生证明。第二，关系证明文件，这里你可以附上自己的出生证明，像在马来西亚的话，我们就是有所谓的这个报生纸，上面呢都会清楚的说明你的父亲跟母亲的名字。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如果这个出生证明不是中文或英文的话，我们就需要自行的翻译。那要怎么处理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你就是按照这个出生证明的格式，你用一个 Word 档把所有的资料自行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。而这份资料呢，也不需要特别拿去验证哦。第三，抚养事实证明，这里你就需要提供的是汇款的记录，或者是所谓的公证文件。我想有很多人呢，你不会每个月都汇款给父母，因为在国外要处理这个跨国的汇款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里呢，你就要提供所谓的公证文件，你就必须要到这个宣誓官那边进行认证。那上面呢会说明了你的父母已经超过了60岁，并且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由你来供养。那这一个呢就能够成为了你抚养父母的这个证明文件。而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这个公证文件呢，它每一年都需要更新。比如你今年5月要报税的话，你必须要有一份文件能够证明你去年的1月到12月你有抚养父母，而这公证文件上面呢，它就会看你这个日期是否有更新。第四，生存证明，这边你可以提供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个公证文件，或者是如果父母近1年内有出国的话，你可以提供这个护照出入国的这个盖章的页面，你能够把它影印下来，或者是说父母在这1年内呢有去看医生，只要上面的文件上面呢有日期的话，你都能够提供证明。第五，如果父母未满60岁，但是已经没有谋生能力的话呢，你需要出示公立医院的证明，或者是当地政府机关提供的一些相关认证的文件。好的，如果你有抚养弟弟妹妹的话，你就是要提供他的这个在学证明啊、学生证啊，或者是毕业证书等相关的文件。最后一点，你要如何申报减免呢？在台湾呢，缴税的时间是在每一年的5月1号到5月31号，你需要缴交的是前一年度的1月到12月份的税。你需要把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文件准备好，然后到你所在地的这个国税局，在你报税的时候呢，特别跟他说你要申报这个抚养亲属，你可以把这些文件都交给他，他会帮你来处理。好的，最后还是需要提醒大家，由于每个地方的国税局处理的程序会有一些不一样，而且承办人员有些时候要求也会有一些差异，所以呢，建议你还是先打一个电话给你当地的国税局进行确认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，也欢迎你能够追踪 The Cannon Project 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们会不定期的分享外国人在台湾会遇到的问题，也欢迎你能够把影片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